盘点星铁中未来可期的冷门机制。第5名，耗血机制。在其他游戏中，一般有这个机制的角色都有着不俗的表现，就比如 DNF 里的狂战士啊，阴阳师的吸血姬，三国杀的红盖。在星铁中的耗血角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阿兰，天赋是根据当前损失生命的百分比获得伤害加成，在内测时期被称为平民战神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公测时的阿兰并没有续写传奇，现如今在喜爱分和强度分上成绩都不是很理想。1.0 时代呢，推出过2位现武角色阿刃和静流。阿刃在我看来是最符合毁灭定义的角色，通过消耗自身生命值获得更高伤害，且兼具生命恢复能力，生命上限越高，造成伤害也越高。静流进入转炮状态后，释放强化战技，消耗队友生命值，提高伤害，机制都挺有趣的，但吃了出场太早的亏，加上属性弱点环境影响，近期表现略感乏力啊。当年的毁灭3C，现在就只剩2命龙丹能打一打了。2.0 时代，翡翠指定我方单体成为受债人，受债人速度增加，攻击后附加翡翠的百分比伤害，消耗受债人生命上限 2% 的生命值。由于这个效果呢，主要是帮翡翠叠层的，所以附加伤害的部分相较于比较鸡肋。流萤战绩消耗生命值上限 40% 的生命值，可以恢复能量，使自身行动提前。强化战绩可以回复生命上限 25% 的生命值，再结合天赋，生命值越低，受到伤害越低。这个模板其实已经很全面了。不过流萤是打击破伤害的，所以不是双爆，也给下一位能耗血的角色预留了增强的空间。要是能加一个换血机制就好了，就比如我压到 10% 的血，对面 100%， 我一个大招，把血换过来，我 100%， 他 10%。啊，对，就是 TB。第4名，嘲讽值。众所周知，各职业的嘲讽值是不同的，理论上数值越高，受击概率越高，但是懂的都懂，无论是存护星神还是仙州耐肘王，不管你配对站位怎么样，那该追击还是得追击。关于嘲讽的机制呢，在角色中有设计。1.0 时代，火主的战绩100%基础概率让敌人全体陷入嘲讽状态，杰哥天赋被敌人攻击的概率提高，杰哥专武被敌人攻击的概率提高，克拉拉终结技被敌人攻击的概率大幅提升，这都是概率性的。到了 2.0 时代，波提欧战绩使敌方单体陷入嘲讽状态，云离终结技使敌方全体陷入嘲讽状态。可以看出嘲讽的技能是在不断进步的。那么嘲讽值这个机制，你真的不考虑再深挖一下吗？比如出这么一个角色，那可以把全队嘲讽值转给对面，让对方自己人打自己人，那是不是挺棒的？第3名，驱散。最开始用来打风扰孽物非常好用。1.0 时的代表有佩拉，战绩解除敌方单体一个增益效果；罗刹终结技解除敌方全体一个增益效果；卢卡天赋释放战绩解除敌方单体一个增益效果；大月卡光锥重返幽冥，暴击后有一定概率解除被攻击目标一个增益效果，每次攻击触发1次。感觉驱散的效果已经给得很保守了，结果现在呢，到处都是顶着不可驱散状态的怪物。那些能驱散的 buff 吧，你就是不管它也可以直接秒掉它。那驱散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莫不是以后还能出来个角色带一手强驱散？那怪会不会出现强不可驱散？无限套娃。第2名，禁锢。最早出现于虚数弱点击破效果，使用虚数攻击造成弱点击破时，会给敌方施加禁锢状态。我们的老杨使用终结技、秘技都可以触发禁锢效果，降低目标移动速度，并使其行动延后。所以也出现过用老杨打击破，实现禁锢收益最大化的推条流玩法，主打一个黄金体验镇魂曲，让对方也知道什么叫到不了的彼岸。但是这个玩法呢，偏向整活和娱乐，在混沌回忆、末日幻影的高难副本中难以发力，由此引出了下一个问题。第1名，属性弱点击破效果。星体的7种属性都有对应的击破效果，比如上面提到的虚数禁锢，还有冰属性冻结、量子纠缠等，都有各自的特色。而随着击破体系的补完，超击破 style 的出现，击破的重点也从属性效果变成了击破伤害。这一刀秒的还有什么好说的，是吧？那大数字是挺爽的，但总觉得差点意思。现在在混沌回忆中已经出现了虚实信条了，那我盲猜以后击破队再上一层楼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位能让击破超击破伤害可以暴击的角色。但咱就是说，这么有特点的属性击破效果，你撇到一边不觉得可惜吗？是吧？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把你的想法发到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